四川乐山大佛挖出密道，从中发现佛门秘宝。乐山大佛原本并不是现在这样，而且1000年前的预言还成真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相传1200多年前，四川凌云山下的大河中常有河妖作祟，害人无数。传说只有神佛才能镇住妖邪。后来还真有一个和尚在这里修了一尊大佛。这件事发生在公元710年前后，事发地在四川峨眉山东侧的凌云山下。这里是三江交汇之地，水流十分湍急，因此常常造成水难，无数人在这里丧命。而且一到汛期，频繁的降雨导致山洪爆发，也时常祸及周围百姓，房屋田地都会被山洪毁于一旦。当时人们认为这条河中定然有河妖作祟，否则怎么可能频频发生灾难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法号为海通的和尚来到这里。海通本是贵州人士，云游到此，听说了河妖作祟的说法，他本就有一颗菩萨心肠，自然要驱除河妖，拯救这里的百姓。于是他在考察了当地地形后，立志要在河边山崖之上建造一座大佛，以此来镇压河妖。就这样，一个历时长达100年的浩大工程启动了。这个浩大的工程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乐山大佛。乐山大佛体型庞大，高达71米，是世界上最高的佛像。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，想要修建这样一座大佛是非常困难的，只依靠海通和尚根本不可能完成，所以他急需大量资金来聘请工人开凿佛像。海通和尚为大佛忙碌了18年，前10年他一直在筹集资金，资金的来源都是海通和尚一点一点从乡绅土豪手中谈下来的，其中也有很多善男信女的捐助，还有部分当地人的贡献。其实这些资金依然不够修建乐山大佛，不过海通和尚想着可以一边修建一边募捐，因此在唐朝开元元年，也就是公元713年，乐山大佛工程正式启动。从此时开始，无数工匠寒来暑往，不舍昼夜的为修建大佛辛苦劳作着。眼看大佛有了一个雏形，但海通和尚却坚持不住了。在工程启动的第8年，积劳成疾的海通和尚在佛像一旁的净室中圆寂了。海通和尚死后，工程陷入了停滞，毕竟他是工程的主心骨，当家的死了，谁来负责这个工程呢？就在大家以为佛像工程要永远停止的时候，海通和尚的弟子们站了出来，他们立下誓言，要完成师父的遗志，完成大佛事业，还百姓们一个安定。有了主心骨，大佛工程终于维持了下来。不过此时他们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，那就是工程资金所剩无几。在前期工程中，所有人都在用爱发电，通过募捐的形式获取资金，但这种方式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爱早晚是会枯竭的。好在这个时期，一个重要人物出现，他就是在当地的一把手张筹坚穷。张筹是复姓，此人原本是山东任城县人，后升迁至剑南节度使。此人在治理蜀地时政绩卓著，深受百姓爱戴。他得知这一工程难以进行后，当即捐出自己的家财，并开始上书朝廷。乐山大佛中藏着唐朝的宝藏。离奇的是，1962年，工人在修缮大佛时，还真在佛像中间找到了一扇暗门。难不成宝藏传说所言非虚？他们当时发现了什么？在乐山大佛工程建设时，曾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，幸好朝廷及时注入专项资金，才让大佛工程得以继续。其实在唐朝时期，佛教十分兴盛，朝廷对修建佛像的工程也非常关注，因此拨款的资金也极为充足。就这样，在朝廷的支持下，乐山大佛历经唐玄宗、唐太宗和唐德宗3个朝代，用了近100年的时间，终于建造完工。神奇的是，在乐山大佛建成之后，山脚下的大河也开始归于宁静，虽然也偶有祸事发生，却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频繁。有人认为是乐山大佛镇压了河中的河妖，1200年前的预言成真了。还有人认为，或许是大佛的修建改变了河道和地质，所以才降低了水货频率。不论原因如何，这一结果正是当地人想要看到的，也算是完成了海通和尚的遗愿。不过，乐山大佛的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因为此时一个宝藏传说也逐渐传播开来。据说，当年朝廷拨给乐山大佛的建设资金非常多，修完大佛绰绰有余，因此有人将剩下的金银财宝都放在了大佛内部。因为唐朝时期有佛中有佛，佛心藏宝的说法，所以在此后的千百年中，有无数人来到乐山大佛，希望破解宝藏的秘密。对于现代人而言，大家是不相信这里有宝藏
藏的，即便有宝藏，可能也被前人挖掘殆尽了。然而就在1962年，工人们在修缮乐山大佛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道暗门。这一发现震惊世人，难道这佛像之中真有藏宝洞？得到消息后，考古队立刻进行了保护性勘察。人们发现这个暗门高达3.3米，可容2人同时进入。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，打开暗门着实花了些功夫。暗门打开之后，里面黑漆漆一片，人们打开灯光进入其中，却发现里面凌乱不堪，不像一个宝藏地。人们仔细查找了一番后，发现这里面只有大量的废铁和铅皮，别说什么宝藏，连一些瓶瓶罐罐都找不到。考古队的专家们都非常失落。不过就在这时，在门口的人却传来一声尖叫，原来他在门口发现了一块石碑。这块石碑年代非常久远，上面写着一些古文字，后经专家解读，发现这是一段宋代碑文，名字叫天宁阁记事残碑。虽然专家们没有在佛像中找到宝藏，但这块碑文的价值却远超任何财宝，因为它记载了一段往事，揭开了一个历史的秘密。1962年，工人在修缮乐山大佛时发现了一道暗门，后来考古专家在其中发现了一块神秘的石碑，碑文上的文字震惊了考古学家。原来乐山大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。晚清时期，乐山大佛因为疏于修缮，已经变得残破不堪，大量树木在大佛身上生长，几乎遮住了大佛的样貌。直到建国之后，经过多次修缮和开发，乐山大佛才焕然一新。现在的乐山大佛眉清目秀，气宇轩昂，顾盼生辉，雄姿英发，再加上一系列开发和宣传，使其知名度狂升。所以人们认为现在的乐山大佛一定是其最鼎盛的时期。但实际上1962年发现了一块石碑，已经告诉人们，最鼎盛的乐山大佛是在唐宋时期，后世很难达到唐宋的辉煌。根据石碑记载，在乐山大佛建成后，工程并未就此停止，人们依据山势，还为大佛量身定制了一座高达13层的阁楼。要知道，乐山大佛有70多米高，为其定制的阁楼又该是怎样的雄伟呢？人们最开始对这一记载并不相信，然而在1978年的一次乐山大佛体检中，人们却找到了铁证。当时人们发现乐山大佛的身上竟然有密密麻麻2000多个小孔。最开始人们认为这可能是古人修建大佛时搭建脚手架而凿出的孔洞，然而专家们将孔洞中的物质提取出来检测后发现，这些东西并非木材，而是一些小型的短石和泥土。短石和泥土不但笨重且没有韧性，根本不适合做脚手架，所以这一推断被否定。就在这时，人们想起了碑文上记载的内容，难道这些孔洞就是当年为大佛建造阁楼时所留下的痕迹？另外，大佛建成之后也曾刮有泥皮，虽然不确定是金身还是彩绘，但都需要开凿小孔来做固定和支撑。另外，在乐山大佛左右两边的石壁上，人们也发现了孔洞，这些都是人工开凿的痕迹。从以上种种证据可以推断，在大佛建成之后，人们不但为大佛定制了彩绘或者金身，还在大佛面前建造了一座高达13层的宏伟阁楼。要知道，在唐朝时期，佛教格外兴盛，这座大佛建成之后一定游人如织，香客如云，他们所捐赠的财宝自然也是不计其数。只可惜这一切最后都毁于战火。据史料记载，在明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一群乱臣贼子大肆焚烧寺庙，乐山大佛也没能逃过劫难。这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，连石头雕刻的佛像都受到极大损伤。直到今天，人们还能找到大佛被烈火焚烧的痕迹。至于大佛身体中的宝藏，或许也早已被他们盗掘一空，只留下大量废铁和铅皮。有人认为，这些废铁可能是鎏金铜壶的残片，而铅皮极有可能是铅皮经卷。当时玄奘取经归来，大量佛经被用铅皮记载下来，可能就被珍藏于乐山大佛体内。可以说，这些铅皮经卷每一卷都价值连城。只可惜，这些经卷早已被不法分子破坏和盗取，成为我国历史的一大遗憾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